人生而为群居动物，我们每个人都逃不掉孤独。人一生下来就渴望依靠，渴望在某个群体中找到自己的归属感。因为群居让我们觉得安全，因为陪伴让我们觉得温暖。我们内心深处都藏着对孤独的恐惧，就像在寒冷的冬夜，本能的想取暖，渴望驱散世间的清冷。我们害怕被贴上不合群的标签，于是总会下意识的逼迫自己，硬着头皮挤进一些不那么适合自己的圈子里。只要看起来不是形单影只，彷佛就能得到某种心安。当你一个人时，那份寂寞感就会被无限放大。我们天生无法完全忍受孤独，即使是那些看起来内心强大、独立自主的人，也总会有那么几个瞬间会想体验一下外界的喧嚣，而不总是独自一人。可问题是，并不是所有的圈子都适合我们，也不是所有靠近的人都是带着善意而来。很多时候，真正让人痛苦的不是孤独，而是明明有了人陪伴，却依然感到被消耗。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交友是每个人必不可少的需求。爱情或许可以缺席，但朋友却是我们生命旅程中不可或缺的基石。有很多心底的话是无法对最亲近的家人启齿的，但却能毫不保留地告诉朋友。仔细回想，我们人生中那些最无忧无虑、最开怀大笑的时光，往往都是在朋友的陪伴下度过的。他们扮演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，是我们情感的缓冲垫，精神的避风港。能结交到几个肝胆相照、真心相待的朋友，绝对是人生中极大的幸运。然而，必须正视一个残酷的现实，并非每个来到你身边的人都怀抱着真诚。有些人靠近你是带着目的性的，他们可能是想尽办法占你便宜，从未想过为你付出。他们可能是想利用你的善良来满足自己的虚荣，更甚者，他们只是想找一个能被他们欺负或消耗的对象。阿维刚从大学毕业，进入社会的年轻人，内心敏感又渴望被认同。他进入公司后，很快就被部门里几个看起来很热情的老员工吸引住了。这群人每天下班都会吆喝去吃饭、唱歌。阿维觉得自己终于融入了，他们确实给了他表面的温暖，会叫他一起吃饭，会在群里分享笑话。但很快的，阿维发现自己成了这群人占便宜的对象。聚餐时，他们总是心照不宣的让阿维去结账，然后说下次再换他们请，但下次永远不会到来。工作上，他们把最繁琐、最无技术含量的杂物丢给他，总是说新人要多学习，甚至会当众开他一些令人不舒服的玩笑。当阿维表现出不满时，他们就说开个玩笑嘛，别这么小气，你这人真不合群。阿维虽然心里委屈，但害怕再次孤单，害怕被排挤，于是他忍着，继续掏钱，继续帮忙，继续假笑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发现自己已经精疲力尽，户头空空，每天都带着一肚子的怨气去上班。他才意识到，他抓住的根本不是温暖，而是一团吸血的沼泽。这就是为什么古人说宁缺毋滥。朋友这件事，不是越多越好，而是宁愿少也要真心。远离只求衣食之乐的酒肉之交。酒肉朋友的特点是，平时一起吃喝玩乐，他们永远是最认真、最热情的。但凡等到你遇到困难、遭遇危难的时刻，就是这些酒肉朋友原形毕露之日。他们会比谁跑得都快，比谁躲得都远。我们需要在人生的道路上与这类朋友划清界限。酒肉朋友没有灵魂上的共鸣，也没有相互扶持的价值，那么联系的意义自然也就不存在。审视没有交情的同事。在职场上，我们需要分清工作伙伴与真朋友的界限。如果一个人跟你仅仅是同事关系，在共事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私下交情，那么在离开这个工作环境后，就没有必要刻意去维系了，以免徒增烦恼。真正的友谊是在职场上志同道合、互相欣赏的结果，它不是一种必然。如果在职时都没有成为真正意义的朋友，
那么离开后，你们的交集很可能只剩下虚情假意。所谓的友谊不过是有名无实。况且跟以前的同事聊天，在所难免会叙旧，谈论过去的人与事，这可能会导致节外生枝。琳达离职后，虽然跟大部分同事都断了联系，但她还留着一个前同事群。她本意是想留个念想，但很快她发现，群组变成了凡尔赛宫，有人晒出刚买的海景别墅，有人分享孩子考上名校的喜悦，有人炫耀自己的环球旅行。琳达只是过着普通安稳的小日子，但每次看到这些，她就会感到一股无形的压力和自我怀疑。她的当下生活无可避免的成为了前同事们攀比的素材。有个特别爱攀比的同事会私讯她，问她现在住的房子是不是旧了，开的车是不是该换了。这份虚假的友情让琳达长期处于焦虑和消耗中。她意识到这不是友谊，而是一场没完没了的竞赛。最终，琳达果断退出了群组，切断了联系。她选择了清静，那份精神上的自由，远比虚假的热闹要珍贵得多。没有真正友谊作为感情基础的关系，就像在沙滩上建上层建筑，盖得越高，越会岌岌可危。当你需要跟以前的同事划清界限时，就应该毫不犹豫。小陈在公司里做了10年，和同事小刘一直算是点头之交，平常只是上下班见面，偶尔一起开会，没有真正深聊过。离职那天，小刘热情地加了小陈的联系方式，并说以后大家要多联系，互相照应。小陈觉得人情可贵，也没多想就同意了。结果没多久，小刘常常传讯息，不是抱怨现任公司的同事，就是打听小陈现在的薪水和生活情况，甚至还有一次直接开口借钱，理由是老同事一场，帮个忙吧。小陈很为难，因为他们其实并没有深厚的交情，但若拒绝，又怕被说不讲情面，最后勉强借了，却再也没拿回来。这件事让小陈彻底明白，有些人离开了职场关系，其实就没有继续联系的必要，因为真正的友情不需要靠老同事的名义来绑架。如果不想跟以前的公司拖泥带水、藕断丝连，最好在没事的情况下，能不联系就不要联系。特别是那些盲目攀比的同事，他们不是跟你竞争工作，而是跟你比生活的方面，简直是无所不攀、无所不比。到头来，你们的关系会变得同事不像同事，朋友不像朋友。3. 警惕变质的同学聚会名利场。随着年岁渐长，我们与同学们之间早已是数年甚至数十年没有交集。有些人会因为怀念过去学生时代的美好记忆，而试图重拾联系，希望让记忆锦上添花。然而，结果往往是失望大于希望。这是因为同学们会有不同的人生阅历，彼此之间日新月异的不同点，会远远大于停滞不前的相同点。等到真正联系时，你可能会发现，大多数同学之间竟然无言以对，简直可以用话不投机半句多来形容。同学聚会有时会变成一场充斥着炫耀、吹嘘的名利场，很多人参加的目的是来刷存在感，或者来找寻商业上的机会。名义上是聚会，实际上是三三两两的小团体在交头接耳，不是在排除异己，就是会借着人多势众来仗势欺人，谁混得不好就欺负谁，谁老实就嘲笑谁。同学聚会中各种人情冷暖、世态炎凉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明显的名利场我们容易躲避，但暗地里的名利场却会让你防不胜防。为了追求清静闲适的生活，务必要远离这种场合。4. 规避带有势利眼、瞧不起你的亲戚。在社交圈之外，亲戚关系也是一门学问，我们没有必要去在乎亲戚是否瞧得起你。那些瞧不起你的亲戚，本质上就是一群势利眼，没有必要跟他们发生过多的交集。小林年轻创业开小公司，亲戚们变得热情，平时不怎么联络的大姑忽然频繁打电话说要介绍对象给他，表哥更是拉着他去各种场合，说
这是我有本事的弟弟。可就在几年前，小林因景气不佳，公司营运失利，开始裁员的时候，势利眼的亲戚连问候都没有，甚至还在背后说他好好找份工作就好，没老板命还创什么业。我们需要有选择性的规避那些人情冷暖的考验，只跟值得联系、真心关心你的亲戚保持往来，那些势利眼的亲戚自然就会因为缺乏交集而无地自容。一个人的生活时候总会有些孤单，你会迫不及待的想要融入某个群体，来缓解内心的寂寞。记住，有些不适合你的圈子，就不要强迫自己融入；有些不是真心的人，就不要浪费时间在他们身上。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你请进生命里。我们在选择朋友时要变得挑剔一点。当你一个人时，其实有很多种排解孤独的方式，同时能帮助你提升自我。你可以看书、学习新技能、健身锻炼、冥想，这些方式都能帮助你变得更好，让你内心更充盈、更强大。如果你强行去融入那些不适合你的社交圈子，最终带给你的只会是无止境的消耗，别无意义。有些人该忘就忘，有些事该放就放。我们需要从长远角度来规划自己的人生社交，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的道路上遇见真正同频的伙伴。